量子自旋是啥东西？微观粒子是不是真的在绕轴旋转？那目前物理学对自旋的数学模型以及各种物理效应了解的还是比较透彻的。但是你如果要问自旋到底是啥，这还真的没人知道啊。那目前只能说自旋是基本粒子的一种类似于角动量的内禀量子属性。其实我说的是啥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今天我还是要聊一下量子自旋，让你从这个不知道当中知道那么一点点东西。好，我们先说内禀这两个字，这是内在不可改变的意思。你看，质量和电荷也是一种物体的这个内禀属性，你的性别也是你的内禀属性。那自旋也是基本粒子的内禀属性，它不会发生改变。不过我们可以理解质量和电荷，可以理解你的性别啊，但是却无法理解自旋。这是因为量子的自旋在经典世界没有对应物，它跟我们认为的星球绕轴旋转完全不一样啊。我们知道在量子力学中，基本粒子的自旋有整数，比如1和0等等，有半整数，比如1/1、3%等等。这些数字被称为自旋量子数。那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自旋是量子化的，它总是等于一个基本角动量 h8 的整数倍，或者是半整数倍。比如说光子的自旋量子数是1，其实它的自旋量子数是1倍的 h8 啊。有两种不同的量子态，正1和负1，分别对应了两种不同的原偏振方向，这个右旋还有这个左旋啊。电子的自旋是这个1/1，有两种不同的量子态，正1/1和负1/1。用自旋向上和向下来表示。那我们就拿电子来说，它的自旋量子数是1/1，就代表了电子在自旋空间旋转360度以后，它不会回到原来的状态啊。就跟视频里的情况是一样的啊。小球的加号一开始在最前面啊，当你绕着小球旋转一圈以后，就会发现，它变成了负号，这跟经典空间完全不同。我们知道在经典空间中，一个物体转一圈就会回到同一面，对吧？你现在看到了这一面，我现在转一圈，转360度就会回到同一面的。但是在自旋空间，电子绕一圈就会变成负的状态，再绕一圈才会回到最初的状态，就是要绕两圈，720度，对吧？这要如何理解？其实这种情况在经典世界中是没有可以类比的东西的，这就是我们无法理解量子自旋的地方。但是还是有人做出了一个齿轮结构来类比这个电子在自旋空间中的这个旋转。那视频中有两组齿轮，那右边的就代表了自旋向上的电子，左边的就代表了自旋向下的电子啊。我们先看右边的情况，一开始的状态是齿轮上的金箔朝上，它和连杆上的金箔连接在了一起啊。现在我们拨动这个连杆，当连杆转一圈以后，我们发现齿轮上的金箔它朝下了，没有回到最初的状态，这就对应了电子在自旋空间中旋转一圈的状态啊。当再次拨动这个连杆转动一圈以后，齿轮上的金箔才回到了最初的状态，这就是电子在自旋空间中的转动。当然这个自旋向下的情况也是一样的，那这个装置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电子在自旋空间的这个旋转。那么问题是，我们没有真实的看到过电子的自旋，那电子的自旋是真的存在还是数学上的所需要的一种技巧？这个其实很好验证啊。我们知道电子如果有自旋的话，挨着它还带电，对吧？所以就会产生一个自旋磁矩，就像一个小磁铁一样。如果我们把它放到磁场当中，就会受到磁场的作用，发生偏转啊。所以我们向非均匀磁场当中发射银原子，由于它是中性的，它不带电，所以没有电荷的干扰。银原子中的电子当中有一个没有配对，因此就会产生一个磁矩。结果又发现银原子在经过磁场以后会出现两个方向的偏转啊。这个实验就可以说明银原子中的电子具有两种自旋状态。不过大多数情况下，电子的自旋都处在了两种状态并存的叠加态当中。当我们测量电子的时候，才会得到一个随机的自旋取向。那另外，我们还把自旋为半整数的粒子称为费米子，这包括质子、中子、电子、中微子还有夸克，也就构成我们物质所有的基本粒子。这些粒子都要服从泡利不相容原理啊，说的是在一个量子态中只能容纳一个费米子。正是因为这个属性，世界上才有了这个不同的化学元素，原子才要占据一定的体积，宏观世界才有了大小。那我们把自旋为整数的粒子就称为玻色子，这些粒子不服从泡利不相容原理，也就是说，大量的玻色子可以同时存在同样的量子态，这就是量子的自旋啊。当然这里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基本粒子的自旋是怎样形成的，这个内禀角动量它到底是啥意思，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自旋是半整数的这个基本粒子要遵循泡利不相容原理？为什么自旋是整数的就不用？
这些问题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不过所有的一切都隐约让人觉得好像有更高维度的空间的存在。当然现在人类的科学就是这样的，更多的时候只能解释一些表观的现象，更深层次的东西我们并不知道。在任何时候科学只能解释有限的事实，为什么就可以一直的追问下去，对吧？所以科学的尽头还是无穷无尽需要回答的问题。这就为啥网友的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非常的多，但是解答起来却特别的困难。在更多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答案。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点赞关注，我们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